这就是降魔咒吗？大人小心！汝等何人，敢闯我蒋家禁地？我乃大理寺卿狄仁杰，前来彻查降魔咒一案。你就是蒋家亡灵。有眼凡太有眼无珠，吾乃神明。大胆狂徒，狄大人面前胆敢装神弄鬼！吾是凡人，胆敢僭越神明，还不速速退去！大人，待我擒此贼首，此案必破。大人，废话！蒋家子孙，不孝子孙蒋婉仪，恳求祖宗放过他们。是他。尔等速速离去！再敢僭越神明，定要尔等永堕烈狱！民间传说，会巫术的人死后，为防小人搅闹其阴魂，生前会专挑阴气重的地方布下秘穴，为自己下葬。正所谓阳人行无处，阴魂来往旁。蒋家祖宗在上，今日不孝子孙，未传蒋门行运之诏，何请祖宗起身？蒋别驾，你起来吧，你祖宗同意了。前来，大仙神通啊！哎，哇！空管。这就是我们蒋家的传世珍宝吗？不孝子孙，胆敢行不受寝，盗无传家之宝！祖宗息怒，祖宗息怒啊！只因这几年流年不利，所以特将祖坟厚葬，无别无他意呀。乖孙，既然阳间的日子不好过，你就陪奶奶我到阴间享福去吧。祖宗饶命啊！我这就将宝物归还。这么好的宝贝，还回去干什么呀？真想不到蒋家祖坟还有这等宝贝。你们不是鬼，究竟是何人？乖孙，方才你不是还叫我们祖宗的吗？什么？蒋别驾，你的宝物我们收下了，
你到了阴间，好好替我谢谢你们蒋家的祖宗。尔港，我要让你们陪葬！陪葬，真是可笑。那是写的什么东西啊？看着像鬼画符。哪有什么鬼？走。别回来，当他伤我子孙！哪来的东西？敢跟我玩黑吃黑这一套？有本事给我出来！装神弄鬼，先吃老子一刀！杨家亡灵，心无血脉，为子孙报仇！店家啊，如果真的如你所说，那后来又如何呢？后来呀，地方官府和这个恶鬼都在找这个凶手呢，就看他们的造化了。要是被官府抢先找到，兴许能留一个全尸；要是被恶鬼抢先一步找到，那是身首异处，剥皮炫草，肠子都得出来呀！太惨了！我说你这店家竟会糊弄我们这些外来人。口口声声说什么恶鬼伤人，那你可曾亲眼见过？嗨，那多晦气啊！我也是听旁人说的。您要是不相信，您就全当听一个乐子。但是，据我所知，一定是有人亲眼所见，要不然哪能闹得满城风雨、沸沸扬扬啊？这时下民风愚钝，听风就是雨，还不是你们这些快嘴之人惹的祸？你这个小客官呀，明明是这位大爷跟我打听事儿，你怎么怨到我头上来了？店家不要生气，小孩嘛，没见过世面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结账吧。2个茶叶蛋，您给20文得了。什么？听故事不要钱啊？那边结账。好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据说这个恶鬼啊，专吃小媳妇儿啊。你们回家把媳妇儿都看好了啊！哎，小哥，哎，啊，行嘞。哎，蒋小姐。哎呀，蒋小姐，还真是您呐！这个是上次您跟那个年轻公子到小店吃饭时落下的。哎呀，这老天爷他是真不开眼呐！我还想啥时候去喝你的喜酒，万万没想到蒋别家他横遭不测，真是可惜呀！哎，蒋小姐，雪天路滑边摔着哎！哦，她就是那个蒋别家的女儿。哎，白瞎了！你这个贱妇，老子耐着性子跟你说话不成？非要老子给你2个大耳光子，你才个老实！来呀！你敢动姑奶奶一根毫毛试试？保管教你不得好死！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你能偷，老子就能偷你的！哎，你给我撒开！
什么头啊？抛什么抛？你需要冤枉好人呐！小心你这罗锅刘脓啊，烂死！哎呀，罢了！孙团妹，你们有什么话出去说，你在这吵吵闹闹的，我生意还做不做了？你给我滚一边去！不要脸的东西，等老子回来慢慢收拾你们。是。哎呀，这俩玩意儿啊！哎，店家，哎，这两个是什么人呢？这两位呀，是前段时间流落到本地的外乡人。这个汉子叫孙驼背，是出了名的赌徒啊。看今天的架势，应该是赌博赢了钱，来小店吃酒的。这个妇人叫王二。王二，你又胡说！那一个妇人怎么能叫一个男人的名字？哎呀，客官有所不知啊，她原名叫王二姐，因为整天跟这个地痞流氓在一起厮混，毫无妇道可言，所以被人叫成王二了。这样的人呢，你还是少打听为好啊。哦，时候也不早了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嘞，下次再来啊！客官您慢走哈。哎，客官这雪大，别摔着啊！大人，您说您一个好好的堂官不做，为何非要跑到这穷乡僻壤之地来办这等小案子？案子无分大小，本官此行是要做法降妖。那我更是不懂了。大人，您常说世上本无妖魔一事，何来做法降妖一说呢？本官要做的是天下的法，降的乃是百姓心中的妖。哦，大人是想破降魔咒一案来警醒世人，粉碎小人妖言惑众。那大人对降魔咒之事可有断定啊？你当我是神人不成啊？我们才刚到1天，此案错综复杂，要见机行事。人们都说大人是神探，依我看，大人不是神探，而是活神仙。哼，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？瞧，大人，传言案发之后无人敢来此处，刚好保留了现场，更有利于咱们查案。怎么了？有老鼠！哎呀，这蝙蝠不怕，你怕老鼠？小心！嚯！此剑乃金刚打造，看来蒋家祖上也绝非凡人啊。大人，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吧？深更半夜进洞，不是老鼠就是暗器，太瘆人了。好了，那就留在这里吧，免得进去见到恶鬼，吓哭了可不妙。我才不怕呢，我根本不相信有鬼。让开，我先走。大人，这传言真的不是空穴来风啊！这血迹和打斗痕迹，和刚才店家说的是一模一样。哎，这就是降魔咒吗？大人小心！有等何人敢闯我蒋家禁地？我乃大理寺卿狄仁杰，前来彻查降魔咒一案。你就是蒋家亡灵。肉眼凡太有眼无珠，吾乃神明。大胆狂徒，狄大人面前胆敢装神弄鬼！吾是凡人，胆敢僭越神明，还不速速退去！大人，待我擒此贼首，此案必破。大人，
教子孙蒋婉仪，恳求祖宗放过他们。是他。尔等速速离去，再敢僭越神明，定要尔等永堕烈狱！民女蒋婉仪恳请狄大人抓住凶手，为我爹爹报仇。请起。方才多亏姑娘出手相救，多谢姑娘。对了，你是如何得知是本官？大人恕罪，方才在酒楼中，民女无意间窥见大人腰间金牌，便尾随至此。后来又听闻二人谈话，才知您是神探狄大人。我看王林跟你好像相识，难道他真的是蒋家的祖先不成？我也不知，不过此处确实是我蒋家祖坟之地。那家伙刀枪不入，枭首不死，难不成正如传闻所言一样，是蒋家祖宗替蒋别驾报仇？此地不宜久留。蒋姑娘，请带我们到你府上，本官有话要问。好。夫人、小姐，你们可有见过这个降魔咒？大人，我曾经听我爹说过，我家先祖是前朝的巫师。巫师？这好像就是他们求神做法时用的神符。蒋别驾迁墓之事，还有谁知道？我家夫君说，家中女眷阴气重，让我静候在家中。这件事只有我跟婉仪知情，旁人并不知晓。大人，要说知情，也只有那帮祭司可能知道。哦，他们现在在何处？那晚他们吓破了胆，连夜出了城，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。该不会是这帮祭司谋财害命，先杀了蒋别驾，然后抢夺宝物，又散播谣言，掩盖真相？但是如果是祭司所为的话，他们大可以一走了之，没必要重返墓穴，阻止我们去调查。而且，传闻之真切，有如亲眼所见，一定是有人故意为之。夫人，蒋别驾可曾跟你提起过，他们祖坟之中藏有宝物？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大人。夫人，这是何事啊？其实那3件宝物并非我祖上之物，是我夫君从那孙驼背手中买来的。孙驼背，不就是方才在酒楼闹事之人吗？这孙驼背嗜赌成性，在外面欠了一堆赌债。我看那宝物啊，就不是什么正当来处。你妇道人家懂什么？这3件宝物，我一打眼就知道是刚从土里挖出来的。等我择个良辰吉日为祖宗迁坟，到时候就说是蒋家祖先陪葬之物，自然就名正言顺。我曾经劝过夫君莫要贪不义之财，可是他偏就不听呢。原来一切都是在演戏，为的就是把不义之财变成自家祖传之物。这为了钱财，竟然可以挖掘自家坟墓，哼，真是死有余辜。月儿，大人，宝物之事只有孙驼背知情，肯定是他谋财害命，害死了我夫君。你们为何不报官呢？我们这儿的刺史就是个糊涂官，我怕到时候报官无用，反倒招来贼人惦记。请大人为我们母女做主啊！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依你所说，孙驼背一定是那恶鬼的同伙，贸然调查肯定会打草惊蛇。但是你放心，本官一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。怎么行了？天天走背运。婆子，你天天顶个锅出来，能不走背运吗？梳干净了，赶紧挪窝，别耽误老子赚钱。你不是说前几天你刚发的财？我看你现在这兜里比罗锅都干净。都把嘴闭上！谁说老子没钱了？看看。坨子，最近官府查得紧，这扳指是你偷来的吧？收给老子，少麻烦！放你的屁！这是老子走了运，才
夜在路边捡的。不管你怎么来的，想赌就换成钱再来。来路不明的东西，老子不要！你们给我等着，等老子回来你光你们！咱们继续。来，这位兄弟，我看你的扳指挺润的啊，我跟你赌一把。我这个东西可是个好宝贝，起码是50两银子。50两，行。大爷我有的是钱。这个孙驼背，他前几日说发了大财，把他欠的几百两赌债全部还了，之后又输了不少，定然是这个孙驼背不知道从哪里偷了宝贝，又转卖给了你爹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等一下，蒋姑娘，你看一下这个认不认识？这你从哪儿得到的？这是我从孙驼背手里赢来的。这好像就是我爹被害那日佩戴的扳指。蒋姑娘，你可认清了？我爹随身之物众多，我也不敢确认。这样，大人，我先回家问问我娘，你们稍后片刻。好。大人，我看这个案子马上就能破了。孙驼背把宝物卖给蒋别家，料定他不敢声张。但是如果他杀了蒋别家，夺了他随身之物和宝物，那他又哪敢拿扳指去赌啊？扑通扑通。他说是他昨天晚上捡来的。捡的？是啊，说了也是奇怪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我估计是他输急了眼，才不得已把这个赃物给拿出来卖了。这赌徒输急眼了，真是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。姓沈的，你不让老子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孙驼背，赶紧把银子给我，否则我烧了你这个鸟店！你发什么酒疯？赶紧给我！这是你欠我的。你这是明抢！我去报官。报官？报官你也跑不了。掌柜的，他为什么抢你的钱啊？哎呀，这真是造孽！都怪我乱发善心。我看他可怜，我就让他来店里面做伙计，一连几日连人影子都见不着，却偏偏来找我讨要工钱。但是他刚刚说过，如果报官，你也跑不了。难不成你们之间有什么事情？这，掌柜的。哎呦！扶我进去，我这头疼啊！哎呦，慢点。大人他们，哎，听说没？昨晚恶鬼啊，又出来伤人了。哎呀，是啊，真是太吓人了。可算找到你了，我跟我娘确认过了，这枚扳指就是我爹遇害那日佩戴的，凶手就是孙驼背无疑。大人，如果这枚扳指真的是蒋别家的佩戴之物，那依我所看，很有可能就像蒋夫人说的那样，这孙驼背见财起意，与人同谋，杀害蒋别家，又让他的同伙假扮成恶鬼，四处散播谣言，以此来掩盖罪行。大人，只要我们把这个孙驼背缉拿归案，然后再顺藤摸瓜抓住这个同伙，那我们这个案子就可以破了。事不宜迟，走。大人，孙驼背家就在前面了。好。哎，大人，这不是那天跟孙驼背吵架的王二吗？先别理他。大人，这边。大人，这里就是孙驼背的住处了。月儿，孙驼背，快给我出来！开门！小心点。
并无其他出口，门是从内关着的。凶手是怎么杀了人之后逃出去的呢？慢！降魔咒，蒋姑娘人呢？难道他是被恶魔附身了？狄仁杰，此人杀我自罪，我特来夺其性命。已经查出宝物，并非蒋家祖传之物，你还在这里装神弄鬼？宝物非我所有，曹更杀人弑神，蒋家亡灵，水血索命，要我者死。不管你是人是鬼，曹寇杀人自有法律之裁，容不得你在这里胡作非为。我此两力，犯人焉能于神咒？那我狄仁杰今天就要弑神！天煞，大地归堂，速速现形！蒋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快，别让凶手跑了！是，快点！大胆狂徒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谋害人命！速速用我拿下！是。慢着，狄大人在此，谁敢放肆？狄大人？哪个狄大人？大理寺卿狄仁杰。秦州刺史衙门捕头冯胜见过狄大人。赶紧把我儿找来，本官有话要问。魔咒唤醒蒋家亡灵，在孙驼背家中发现的降魔咒正是蒋家亡灵所留啊！想必用不了多久，这个亡灵就会手刃其他凶手，到时候自然水落石出，就可以结案了。荒唐！你这结论跟市井传言有什么两样？要是等着亡灵来杀人，还要官府做什么？是上官所言极是。蒋夫人说过，宝物是孙驼背盗来的。还不赶紧去查查周边各地有没有坟墓被盗？是。
启禀大人，王二带到。传。是。带上。你弄疼我了。大胆王二，见到大人还不快跪下！跪下！大人，你可认得本官？见过。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神探狄仁杰，狄大人。哦，原来是狄大人。前晚夜里，你和孙驼背吵架，所谓何事？大人，我冤枉呀！如实答话，你没做亏心事，冤什么冤？啊，对，大人，是这样的，前日里他说他家被人翻了一通，他就诬赖说是我做的，还让我赔他钱。这附近的人都知道，他家穷的呀，连只耗子都没有。他这分明就是想讹我的钱。所以说，大人，这事儿你可得为我做主，不信的话，你让人把他给带来，我敢当面跟他对质。王二，你方才慌慌张张地从孙驼背家离开，随后本官就发现孙驼背死了，是不是你杀害了孙驼背？孙驼背死了？哎呀，那你们不会怀疑我？大人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呀。如果是我杀的人，我早就跑了嘛，我怎么还敢回家呀？人不是你杀的，因何神情慌张？是你和孙驼背杀了蒋别驾，盗取宝物，之后你再杀了孙驼背，把宝物据为己有。方才你根本没有回家，是去找孙驼背藏匿的宝物去了吧？还不从实招来！什么蒋别驾呀，大人，小人不知啊。我一个妇道人家，你就算是借我10个胆儿，我也不敢杀人啊！还敢狡辩！来人，用刑！啊！哎，放开我，我招！大人，小人与那孙驼背私交久了，就产生了儿女之情。我们本想着改过自新，安稳度日。方才我去找他，谁知道他又去赌博，还把钱输了个精光。我当时一时气恼，我就跟他打了起来。他就突然跟我说是他杀的蒋别驾，还把那宝物藏在了一个任何人绝对怀疑不到的人家里。他所说的是何人？我当时听说他杀了人了，我那魂儿都吓飞了。我怎么还去在乎那是谁呀？他只是说等风声过了，他就带我远走高飞。然后呢？后来我见他醉酒，就哄他睡下了，就赶紧从他家跑了。这不正巧在街上遇到了大人，所以我才紧张兮兮的呀。胡说！怎么你一走，孙驼背就被人杀了？怎么你一听到孙驼背杀了人，就吓成那般模样？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？最近这城里都传遍了，说那个恶鬼要替蒋别驾报仇。我是害怕呀，我害怕那恶鬼看我跟那孙驼背走得近，再牵连到小人身上，所以我才吓破了胆。这么说，杀孙驼背的另有其人？大人英明啊，肯定是那个恶鬼要替蒋别驾报仇，所以杀了孙驼背。刚才狄大人说在孙驼背家看见了一个鬼，难道这个事儿真是恶鬼干的？王二，暂且退下，没有本官的允许，不得离开本地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冯捕头，在，严密跟踪王二，有什么情况立刻汇报。是，大人，卑职亲自去办。大人，现今孙驼背死了，赃物又下落不明，您又把王二给放走，那接下来该当如何？去找酒楼掌柜。去酒楼找掌柜做什么？依先前孙驼背在酒楼说的话，说不定
酒楼掌柜有什么把柄握在孙驼背的手上，或许能从他口中得到一些线索。小二，两位客官，吃点什么？我们是来找你掌柜的。掌柜他昨日突然头疼，他今天到现在都还没来。你能带我们去他家吗？我，不行不行，这店就我一个人。放心，不会让你白帮忙的。掌柜看到我肯定得骂我一顿。大人，蒋姑娘，蒋姑娘知道路，让她带你们去。我还有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大人这是要去哪儿？我们要去掌柜陈忠家。陈掌柜，大人找他所为何事啊？事情复杂，边走边说吧。哎，对了，我的钱。罢了吧。什么时候多了一幅画呀？你瞧你，空有一副好皮囊，可惜是假的。倘若你是活的，能跟你这样的女子快活一番，也不枉此生啊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相公若不信，可以摸摸来。好，真好。小女子秋雅本是画中仙，得知相公真情，特此前来相会。真的吗？是真是假？我一试便知。相公，我美吗？大人，请随我来。快！本神已手刃仇人，恩怨已了，返回仙界去也。哪里跑？装神弄鬼，看你往哪里逃！门被挡住了，走窗户。狄大人。雕虫小技，我看你还有什么鬼把戏！快去帮忙！哇，蒋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大人，我刚刚正与他缠斗，他居然变成了我家祖上的牌位。看来我爹的仇已报，
爹，您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哎，大人您看。是他杀的蒋别驾，还把那宝物藏在了一个任何人绝对怀疑不到的人家里。陆大人，陈忠家里的财物都查验过了吗？都查验过了，这些确是案发当日蒋别驾的随身之物，其他那些呢，是孙驼背盗取而来的。5件啊！大人，这其中3件确实如我娘所说，是我爹从孙驼背手中买来的。那另外2件又是从何而来？另外的2件也是盗取而来的。孙驼背伙同着陈忠一起盗取了5件宝物，孙驼背呢得了3件，为还赌债，他就卖给了蒋别驾。这陈忠知道之后，害怕事情暴露，伙同了孙驼背一起杀死了蒋别驾。这就跟王二说的全都对上了。怪不得孙驼背敢抢陈忠的钱，还说陈忠敢报官，到时候他也跑不了。你这是明抢！我去报官！报官你也跑不了。大人，我父亲是个老实人，绝对不会干这种事的。赃物都在，你狡辩什么？陆大人，在。有查到被盗的墓穴吗？方圆100里的几个县都去查验过了，确实没有墓穴被盗。要是有的话，早就报官了。此物乃前朝式样，明日即刻派人去，再去勘查。只要查出此物出处，即可归案。是，只是这牌位如何处置呢？蒋姑娘，此牌位乃是正物，也是恶灵化身，就让陆大人请来的法师做法将其封印起来，暂时与正物放在一起吧。全听大人发落。大人，我父亲是冤枉的呀。什么冤枉的？你还在狡辩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！夫人，老爷昨日新换的300两银子不见了。大人，我家父亲一定是遭人陷害的，这银子一定是贼人所偷啊！哪个贼人偷走？分明就是你们家贼偷走的吧？不可能。我家只有几个提己的人，他们一定是不会偷银子的。陈夫人，既然你家丢失财物，本官自然会还你一个公道。你且先行回去。大人，银子是小，我家父亲冤枉是大呀！行了，别在这儿狡辩了，赶紧给我带下去！是，走。大人冤枉啊！大人冤枉啊！大人，现在难不成真的以恶鬼杀人结案了？那依你看呢？此案该怎么断？我总觉得此事还有蹊跷。反正我就是不信恶鬼杀人。我们在陈家时，凶手刚刚杀完人，正要离开，但是他并没有带走那些宝物，很有可能，他真的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。可是他真的刀枪不入啊，还能吞云吐雾。不管真相是怎么样，现在恶鬼都变回牌位，那就说明，凶手可能真的已经杀完他要杀的人了。我们再查下去，怕只会打草惊蛇，从此销声匿迹，到时就查无可查了。哦，大人结案只是缓兵之计。你试想想，陈忠家境殷实，断不会轻易和孙驼背行偷盗之事。再加上，当天他跟孙驼背也吵架，我们都有目共睹。现在孙驼背死了，肯定免不了官府的查问。他怎么会那么笨，把那些赃物藏在自己的家里？所以大人之意，这陈忠是被陷害的。没错，陈忠家不是丢失了300两银子吗？
很有可能就是栽赃他的人偷走的。你即刻带人去，大张旗鼓地搜查这笔银子的下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叫打草惊蛇。歹人做贼心虚，他肯定会露出马脚，到时候就来个守株待兔。我先去了。你们给我听好了啊！昨天陈家丢了300两银子，我们奉命前来搜查。你这边是，你那边是，你们那边是，快！快，不要盗贼跑了！快！你这边，你那边是，快！是。怎么样了？大人，我看到王二带着一包银子，奔那个方向走了。好，那你快赶上去，我去回禀大人。是。狄大人，我敬您一杯。哎，都是自己人，陆大人不必多礼。哎呀，正是有大人坐镇，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侦破奇案呐。陆大人功不可没。仅凭些许线索就可以把案件推断出来，厉害厉害！哎呦，不，严重了！下官才疏学浅，不及您的1/1000呀！哎，哪里？只不过依我看，大人你阐述案情的时候，好像略有迟疑。不知道这个案件是你独自推断出来的吗？啥也逃不过大人您的火眼金睛。哎呀，其实是我跟蒋小姐一起推断的。哦，蒋姑娘，是。哎，我再敬您一杯，希望能够多多提拔下官。大人破案有功，等我回京，一定帮大人请功。哎呦，大人，王二带银子出城了。王二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王二的确有问题。累死老娘了！大人，我看到王二进了一庄。一庄？是。快去禀大胆。那您快去。哦，是。一庄。好你个恶鬼，竟敢追到这儿来了！怎么，想要你姑奶奶的命？哼，可没那么容易呀！快！
有做，你为何抓我？放开他！谢大人。好啊，原来是你这个女娃子，你竟敢戏弄老娘！嘿，你刚才的样子，好像跟恶鬼认识。要是你携带从陈家偷来的银子潜逃的事情宣扬出去，恶鬼必然会找上你。现在只有狄大人可以饶你不死，还不赶紧把你知道的事情如实招来！快说！好，我说，我与孙驼背只盗取那5件宝物，人真的不是我杀的。既然宝物是你盗的，为什么他们又会出现在陈忠家里？原本小人分得2件宝物，其余3件被孙驼背卖给了蒋别驾，没成想蒋别驾被杀，宝物丢失。我与孙驼背商讨之后，原本打算远走他乡，不理此事。可是这个孙驼背他死性不改，他又去赌博。我担心事发，便去找他理论，可万万没想到，正巧碰见恶鬼，逼问孙驼背同伙的下落。同伙是谁？别打了！快说！找了掌柜陈忠，还有谁？快说！我猜那恶鬼一定会去查陈忠，于是，我便事先把宝物藏到了陈忠家。大人，之前你在府衙问我的时候，我为防他人怀疑，还特意说，是孙驼背告诉我，他把那2件宝物藏在了一个没有任何人怀疑的人家里。只要陈忠被杀，所有的罪名都死无对证，我便可以解脱了。可是小人就是不甘心，不甘心这2个宝贝就这么被丢回去，所以啊，我就翻到陈忠的卧房。顺手偷走了几百两银子，你说我也是点儿背。事发之后，你们这些官兵就到处搜查银子的下落，我这才被逼的仓皇逃亡。一派胡言！你家里藏了2件宝物，若陈忠不是凶手，那他家里为何会有5件宝物？孙驼背又为什么要陷害陈忠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蒋别驾被害的时候，我们3个人都不在场。至于孙驼背为什么陷害陈忠，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吧。太香了！你个小骚货，小点声，你怕别人听不见。干嘛呀？谁爱听谁听去。怎么？你是怕你那老婆听见的？谁怕那个黄脸婆呀？好你个奸夫淫妇！所以啊，我们3个人都不在场，怎么去害蒋别驾？大人，你若是不信的话，可以去问我隔壁的李婶，她可以为我作证。坨坨，别动手啊！有话好好说呀！好你个沈胖子，敢碰老子的娘们！谁是你娘们儿啊？二姐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李婶儿，他们兄弟俩切磋划拳呢。天不早了，李婶儿你快回去休息吧。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好。走，跟老子报关系。坨坨，咱们都是兄弟，这事儿传出去了，我这生意怎么做呀？
乖也可以，从今往后就乖乖的听老子的话，否则你我鱼死网破。听你的，听你的。后来陈忠给了孙驼背100两银子，没几天就被他赌完了。陈忠觉得孙驼背是个无底洞，便让他到酒楼打工赚钱。可是这个孙驼背竟然打起我2件宝物的主意，我就把宝物藏起来。所以啊，前2天在酒楼啊，我们还为此吵了一架。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哎，你能吵，老子就不能偷你的！你给我撒开！你给我撒开！冯捕头，在，去问问那个李婶，当天晚上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？是。这孙驼背，难怪不怕陈忠去告官。原来这个陈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不过，既然陈忠是被他陷害的，那他那3件宝物又是从何而来？当时除了他，就只有恶鬼进过陈忠的房间。对呀，这恶鬼的宝物又是哪儿来的呢？他又为何会留在陈忠家里呢？王二姐，宝物是从何到来的？城北80里处的深山里。我们所盗的墓，可是青州司马柳大人家的墓。柳司马？就是之前勾结歹人，图谋造反。朝廷本意宣柳家人进行调查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没进京，柳家就惨遭灭门。大人，里面来了个人，说是宝物的失主。终于来了。草民柳青光，叩见狄大人。你是何方人士？为什么现在才来报官？回大人，草民祖上为前朝将军，因家道中落，便残居于城北山中，为祖宗守墓。数日前在外办事，昨日归来，发现祖坟被盗，陪葬物尽失。经打听得知，官府正在寻找失主，今特来报官。把证物呈上。上来看看是不是你的。回大人，这正是草民祖上之物。这么说，全都是你的？太好了，这么说这个案子就可以结案了。那就好。刘清光，你先找一个客栈住下，让本官禀告朝廷，结案后以便领回失物。是。草民告退。哎呀，大人，这真是太好了！大人鸿福齐天，恭喜大人结案。糊涂！作为朝廷命官，寒窗苦读圣人之言，你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难不成你要本官以恶鬼复仇，结案不成？凶手杀人，留下宝物，唯一动机就是为了杀人。这个人祖坟被盗，与盗墓者不共戴天，嫌疑之大，你还不速速派人去查查他近日行踪？是，快！大人，柳清光说这5件宝物是他丢失的，那他肯定是跟这个柳司马有所牵连。说什么前朝将军之后，简直是鬼话连篇。哎呀，蒋小姐，还真是您呐！这个是上次您跟那个年轻公子到小店吃饭时落下的。大人，大人！哎，小二，蒋姑娘前几天在你酒楼丢失荷包，你可知道？知道啊。知道还不快说？那天正好是蒋别家被害的那天晚上，蒋小姐提前到我们小店，随后来了一个仪表堂堂的俊公子。你来了。你有没有看清楚那个公子的眉角上面有没有伤疤？伤疤？有，就在这里。是他。不孝子孙蒋婉仪，恳求祖宗放过他们。此处并无其他出口，门是从内关着的。凶手是怎么杀了人之后逃出去的呢？降魔咒！
上人呢？我刚刚正与他缠斗，他居然变成了我家祖上的牌位。其实是我跟蒋小姐一起推断的。是他？对，就是他。不是他。大人，什么他？他就是他，不许多问啊！孙驼背，快给我出来！开门！哎，大人，您拿着门栓做什么？你先出去。哦。大人，您这是？可以进来了。哦。开不了啊。那使劲儿啊！我踹了啊！大人，这是何意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们来孙驼背家的时候，蒋姑娘也是把门踹开的，但当时那个门栓完好无损。没错，当时那道门根本没有锁上。可蒋姑娘为什么要骗我们呢？他是为了给凶手报信，让他早有准备。照大人意思，这蒋姑娘跟恶鬼是一伙的。看来蒋姑娘她在演戏啊。当孙驼背被附体的时候，她莫名失踪，为的就是配合凶手施展幻术。幻术？那我们之前看到的孙驼背是假的，说明这个歹人会传说中的控尸术。你看看，桌面上的白米和符纸的灰烬，就是他作案的证据。可是大人，明明蒋姑娘还救了我们一命呢，她怎么可能跟恶鬼一伙呢？那很简单，去蒋府一问便知。就算我们去了，她也不会承认的呀。想必这个时候啊，他已经不在蒋府了。那我们去做什么呀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等我一下，大人。狄大人，多亏了有您，才能替我夫君报仇，请恕我一拜。哎，琴琴，其实咱们今天来是来归还政务的，有没有见过这枚扳指？见过，见过，这是我家婉仪1个月以前给他爹的寿礼。哦，您是说这扳指是蒋姑娘送给他爹的？对，婉仪为了给他爹一个惊喜，特意跑了好几家铺子，才买到了这枚扳指。可是他说……对了，蒋夫人，不知道蒋姑娘现在身在何处啊？自从出去办案之后，至今未归。大人，莫不是婉仪出现什么状况了吧？没事没事，可能她在找线索而已。刚好我们也累了，可否坐在这里讨杯茶喝，顺便等她回来？二位请入座，我这就准备。谢谢。有劳夫人。大人，这枚扳指是蒋姑娘亲自买的，可她却说认不准，还说要回来问她娘，而她根本就没有回来过，所以大人所料果然没错。大人，你们为何会在我家中？月儿，赶紧去追捕王二。好。大人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为何要追捕王二？都怪我考虑不周。陈忠那么有钱，又怎么会跟孙驼背同流合污？更何况
那天我亲眼目睹他们争执，之后孙驼背就遇害。哎，陈忠啊，又怎么会那么笨，把那些赃物藏在自己家里呢？所以说，王二才是和孙驼背一起杀害我爹的真凶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定会将犯人绳之以法。刚刚衙役回报，有人看到王二拿着一包袱的银子往城南方向去了。我现在就亲手把他抓回来。哎，蒋姑娘，蒋姑娘，大人，您的茶。谢谢啊。亲哥，陈忠是被王二陷害的，他才是孙驼背的同伙。大罗神仙快显灵，天地无极，灵棍降，即行归位，龙拳杀敌。动起来！收工。何方杨月总管？歪门邪道，也敢触犯本神灵？定住！定住啊！蒋姑娘，本官恭候多时。大人，这是何意？你为什么要盗取牌位啊？大人，民女只恐跑了杀父仇人，才特意过来祈求祖宗报仇。民女并无他意啊。好伶俐的丫头，你根本就是和柳青光串通一气，杀死陈忠和孙驼背。大人冤枉啊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柳青光。本官已问过酒楼的小二，前几天和你见面的正是柳青光。冤枉啊，大人！我一直陪同您办案，捉拿恶鬼，怎么可能会是他的帮凶呢？你在我身边，根本就是为了掩护柳青光行凶。大人，那日在孙驼背家中，你也亲眼看见了亡灵现身，与小女无关啊。那只是凶手的把戏而已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在你身上也能找到这样的迷药，一经吸入就会产生幻象。来人，搜！是。就是他。那夜在陈府，柳青光杀完人后正要逃窜，却被我等拦住，所以情急之下放出迷烟。你再次故技重施，假装与他恶斗，实则是掩护他逃离现场。事后，你声称恶鬼变回牌位，以掩盖一切的真相。想必柳青光事先把牌位放在书房之中，待人发现恶鬼杀人便能成为事实。之后，你还诱使陆大人做出恶鬼杀人的推演，让本官以此结案。结案后，柳青光前来报官，便能领回所有事物。真是绝妙的计谋啊！这些都是大人的猜测而已，我真的毫不知情。看到这枚扳指了吗？我们已经问过你娘，是你亲手为你爹挑选。王二已经全部招供了，给他供词看看。
不可能啊，大人！王二他惯于说谎，明明就是他和孙驼背一起杀害了我爹，他们才是凶手。在你爹遇害当晚，孙驼背发现王二和陈忠有染，所以大吵一场，惊动了隔壁的李婶。他们3个都有不在场的证明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他们。对，是他们收买了李婶。你试想想，如果真的是王二和孙驼背杀了你爹，而恶鬼又频频出没，他们哪敢当众吵闹？而孙驼背又哪敢拿赃物去赌钱？如果王二说的是事实，你想不想知道真凶到底是谁？就是恶鬼柳青光。不可能，我与七哥有婚约，他不可能杀害我爹。什么？原来你们有婚约。以我推断，数日之前柳青光祖坟被盗，经他一番查探，他就误以为你爹是盗墓贼，准备杀人报仇，但是又怕被你发现，他为了掩盖真相，杀害你爹之后，盗取你爹的随身之物，再来到酒楼跟你会面，制造不在场的证据。当你把3件宝物都是你爹从孙驼背手上买来的事情告诉柳青光，他为了嫁祸孙驼背，就把你爹的扳指丢在路上让他捡走，让你误以为孙驼背是杀害你爹的凶手，柳青光就以替你爹报仇之名杀害孙驼背，实则杀人灭口，而你却为他掩盖罪行，制造幻境杀人的假象。难怪我劝他报官，将孙驼背绳之以法，他却坚持要手刃仇人。随后，柳青光根据孙驼背的供认，来到陈忠家，发现了王二事先放在书房里的2件宝物。柳青光就认定陈忠是同伙，趁他还没回家，再把自己的3件宝物都放在他的屋里。当你看到宝物的时候，你也确信陈忠就是杀害你爹的真凶，而他只要去报官，不但能领回他失去的宝物，还可以掩盖他杀死你爹的事实。柳青光，你个狼心狗肺的小人！大人，我愿意认罪伏法，但我求求你，千万别放过他！我要让这个不幸的替我爹偿命！快走！大人！狄大人！狄大人呐！狄大人，我班救兵来了！事不宜迟，召集所有官兵，本官要去结案了。狄大人英明神武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守好府衙就行。所有官兵，跟我走。是。狄大人，给我留几个兵啊！狄大人，给我留几个兵啊！柳青光，束手就擒吧。是你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大人，柳青光，还不认罪？大人，那恶鬼刀枪不入，还会降魔咒，岂是凡人所为，定是妖魔作祟。妖魔？你是事先用明矾水将降魔咒写下，然后放出烟雾，明矾吸收烟雾中的水分，降魔咒自然会出现。王二和蒋婉仪已经招供，你还是快点认罪吧。
孙驼背和王二杀我族人，盗过祖传宝物，还踩碎了我爹的尸骨。什么？你家族人是被王二和孙驼背所害的？没错。我杀孙驼背之前，他亲口承认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求求你，让我一命吧！我也是奉命行事。他乃是朝廷雇佣的杀手。朝廷又怎么会雇佣杀手？狄仁杰，你恐怕也被朝廷那帮走狗蒙蔽了双眼。王爷被人称为神探，你放肆！我柳家世代忠良，先爹在位时赐我爹为青州司马，可后来武后称帝，剪除义气，那些为保狗命趋炎附势的大臣诬陷我柳家谋反作乱，可怜我柳家上下老小80余口，全部含恨而终，只留我一人苟延于世。妹妹，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？阿福，阿全，妹妹，发生什么了？妹妹，狄仁杰，你自以为聪明，却不辨忠奸。难道想杀人灭口？既然这天地牵手不下我柳青国，我就撕碎这山河大地，在太平金銮殿斩尽狗官，为我族人报仇！你柳家有冤，本官自会替你们伸冤。你先认罪，我会还你爹一个清白。他就是迷信正义公道，才落得尸骨粉碎。我会自证公义，我就是神明！大家不必慌张，这只是幻境，我有解药。射击了！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！青光，你们都回来了，我杀了孙驼背，我杀了陈忠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我要把他们都杀了！不要再伤害人了，弟弟，住手吧！儿子，住手吧！不要再杀人了！为什么要阻止我杀人？为什么要阻止我杀人？爹，儿真的错了。秦国，放下仇恨，亦是放过自己。太宗，降魔咒一案的原委，朕已知晓。狄青侦破此案，立有大功，赏
此乃臣分内之事。朕命你为巡查钦差，巡视江南道各州吏治，若情况紧急，可先斩后奏。狄大人，听闻潞州出现了彼岸花的奇闻，敌情巡查时定要调查清楚。臣遵旨。